在上一集呢，我们聊了关于 KLCC，那对我来讲那里就好像吉隆坡的大脑这样子的咯，它冷静，规划又完美甚至产生一点点的距离感在这一支影片呢，欢迎来到吉隆坡的脉搏Bukit Bintang。对我来讲呢，这里就没有那么多的规矩，比较 chill 一点，没有那么的严肃。同时间呢，它也是欲望的都市，消费主义的战场它也是游客们第一次来到马来西亚的第一站。我是明圣代，所以在这一集呢，我们聊一点比较 chill 的话题。在这一个全吉隆坡地价最贵之一的地方，也是游客最密集的地方，到底是不是真的很适合做 Airbnb 的？而楼王又是谁的？在影片还没正式开始之前，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like 我的 Facebook page。我们马上进入影片啦。那有些人就好奇，还会问我，说这边会叫Bukit Bintang的呢？OK，so 以下就是我在上网找到的资料了。其实，在100多年前这里还真的是一个50米高的小山丘嘞。那时候这边是叫做 Star Hill 啦 ，OK， 但是没有商场不要讲这个 Star Hill Gallery 了。那时候呢，这边的地方就是一个种植很多水果树的一个马来村庄来的。加上不要忘记吉隆坡本来就是一个2条河交界处的地方所以这里呢就原本就比较容易发生水灾的。所以是因为这边它的地形比较高，就成为了早期吉隆坡人来这边躲避水灾、躲避瘟疫的一个风水宝地了。到了1930年代，这里就变成全吉隆坡最快乐的地方 ，BB Park。这是由香港的邵氏兄弟 Shaw Brothers 所打造出来的成人游乐场据说在那个时候，你只是需要一个25센的入场费，就可以观赏到各种各样的成人表演，打拳击跳脚给等等等等的。所以你看这种多姿多彩这种娱乐场所、娱乐活动其实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发生在这里了的。而后来的苏爱旺，也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金河广场，也就是建在这一个 BB Park 的同一个地方上了。而让我最感慨的地方就是我脚下的这一块土地，现在这里是 Pavilion KL 吗？是全马来西亚最赚钱的商场之一。但是在2000年之前这里其实是 Bukit Bintang Girls School BBGS， 对，你没有听错，就是历史最悠久的女校了。从以前朗朗的读书生变成现在收音机的叮叮声，这个就是城市发展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但是它留下来的这一块黄金地皮造就了今天我心目中的楼王了。讲完了历史呢，我们就讲回钱这个话题了，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啦。其实Bukit Bintang的定位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清楚，那就是 tourist hub 啦。几乎所有的游客，不管是来自哪里的，中东的、欧美的、中国的他们的 itinerary 里面绝对是有一站是Bukit Bintang的，尤其是第一次来马来西亚的。白天就去逛商场然后晚上想要吃晚餐就可以来加拿大这边吃晚餐、吃宵夜这边的人气还是很高的尤其是那一个秀盖野很好吃的。然后如果是夜猫子的，就可以去香港那边喝酒真的转个弯就到了的，非常的靠近。所以你看这种24小时不停歇的流量就直接在这里催生出一个非常火爆的生意，那就是 short term rental。但是这里的 Airbnb 的市场我觉得有一点点魔幻。怎么样讲呢？有一些你看不上的破楼分分钟它的回报率吓死人。走，我带你去看一个例子。那作为一个 property agent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这个市场很 crazy。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这一栋楼 Fahrenheit 88，那老吉隆坡老一代的人他们就叫它 KL Plaza。那这栋楼龄已经是超过30年了。那照理来讲设施又旧 ，design 又老，应该没有人要的嘛，对不对？错。这里的 Airbnb 的 listings 简直就是抢手到有点离谱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 location 嘛，它就在这个 Pavilion 正对面过一个马路就是有Uniqlo、有 Sephora、Star Hill Gallery 还有 MRT 站。那对于游客来讲只要是床够干净，冷气够冷，下楼就能够到 shopping mall、MRT 站。
其实他们不太在乎楼龄的，但这样当然 condition 也是要好啦，因为大多数我所知道的 Fahrenheit unit 哦，他们那些屋主已经是经过翻新了的。今天你看到的这一个 Fahrenheit Suite 哦，不是原本的样貌的，因为这一个 common area 全部做过翻新了的。你看它这些 floor tile 全部用那种比较modern的，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差不多我入行的时候，我应该是有接近10年前我来这边的时候啊，是很久了。它的那 facility 啊，全部那些就在这边。然后 Airbnb 还没有流行之前哦，他们是做 SPA 的，在那边。走，我们去看，就是这里了。以前那时候 Airbnb 还没有流行的时候，这里很多是做 long term 的嘛。然后这边哦 facility area 应该是那个 operator 那个 SPA operator 跟 Fahrenheit 那个 KL Plaza 啦 management 租下来，那时候是真的是做 SPA 的，蛮 happening 一下啦。后来 Airbnb 流行的时候就没有做 SPA 了，就变回 proper 的 facility。所以住在这边的 Airbnb 哦，那些住户啊，他们下来这边就有这些消遣活动哦。你看那些 building 的法萨，还是那种很旧的，30多年了的。我为什么会那么熟呢？也是因为刚好有一个 owner 从我入行的时候，他就 appoint 我做他的 agent 做到现在，我帮他处理他的 unit 啊 rental unit 啊，应该是接近10年了的了。所以我对这个地方是蛮有感情的这个地方。而且最方便用的是什么呢？它的这个 lift 啊是直接下到去 Fahrenheit Mall 里面的 ，yes， 就在里面。那这就造成了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在 Fahrenheit 88哦，你可以试试看，在上网找的，你在网上几乎是找不到这个 long term rental 的 listing。为什么呢？因为做 Airbnb 的回报太惊人了，我自己真的是有算过，所以大多数的屋主根本就不太愿意要做长租了咯。这就是典型的以租养房做到极致的例子。旧楼，但是这个是 cash cow 啊，现金牛来的。那是不是讲在Bukit Bintang买房子就只能够做 Airbnb 呢？这样如果不做 Airbnb， 哇，我在这边买屋子是不是死路一条咯？Absolutely not。我们要看那一个项目本身的性质啊，在这一个区域有一栋楼啊，我自己称它为楼王了，不是官方的啊，但是它在我心目中它就是楼王咯。那就是位于 Pavilion 商场正楼上的 Pavilion Residence。这个项目的逻辑跟 Fahrenheit 88完全相反，它也是主打大户型，但是它讲究隐私还有排场。在这里的租客呢，很多都是那种带着家庭的 expatriate 啦，又或者是就像我刚才讲的，不想被 Airbnb 游客打扰的 long term rental 的 tenant。虽然房价高，但是它的租金是相当可观的。租金回报呢，依然稳稳维持在4%左右，加上楼下就是 Pavilion 商场的便利，它依然是家庭式租客的首选。当然，如果你的 budget 不到楼王那个级别的话呢，但又不想买太旧的楼哦，反正那个有一点极端啊。OK， 那 Bukit Bintang 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当然。这里的市场可以讲是百花齐放的。来，我们看看有3个不同定位的代表。首先，我们先讲这个 Banyan Tree Signatures， 同样也是这个 Pavilion 集团 Pavilion 的项目，它其实是介于 KLCC 和 Bukit Bintang 之间的桥梁。这里的单位呢，大概是在每平方尺1700到2000块马币。它的卖点呢是那个连接到 Pavilion 的 Link Bridge， 这里的2房或者是3房单位通常它的售价是在马币230万以上，虽然贵，但是它是 freehold， 而且品牌的定位非常的 premium。然后再往下一点点看的话呢，我们有 Dorsett Residences， 就在 Ritz-Carlton 的隔壁。这里的单价大概是每平方尺1600马币左右。它的户型呢就比较适中的中等一点的，1到2房，总价大概是在马币90万到140万之间。它的优势是跟 Dorsett 酒店共享服务的，所以就会有一种 hotel living 的感觉了。最后呢，也是最近很红的一个新楼盘叫做 Exxon Bukit Bintang，就在 Fahrenheit 后面而已。这个盘呢主打小户型的那种 compact 的 layout，
虽然它的单价也是要在每平方尺马币1600上下，但因为它的面积小嘛，大概650平方尺左右，所以它的总价可以压在大概是80万到100万马币左右的。所以这对经常想要做 Airbnb 的投资者吸引力是很大的。而且我想要补充一点这一个 Exxon 其实是刚刚交房不久但是我其实查了数据。在 Bricks 网站在市场上已经是开始有 sub-sales 二手交易了。这说明了什么呢？这就可以打破了那一种Airbnb 盘这种小户型很难脱手的迷思。事实也证明了啦，其实只要是 location 对，它的回报是够高的。这种项目就算是到了二手市场依然还是会有接盘侠，依然是会有 liquidity， 有增值潜能，这样自然就会有人要买单的。看了那么多价格啦，投资Bukit Bintang一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的，是什么呢？你的心脏够不够大如果你追求高爆发那种喜欢折腾 Airbnb 的，像 Exxon 这种新盘，或者是 Fahrenheit 这种位置无敌的旧楼就是拿来做 Airbnb 的啦可能就是你的菜咯。但如果你想要是体面稳定，不想每天应付 check in check out， 那Pavilion Residence甚至 Banyan Tree 类似这种 luxury asset 才是你的归属。那当然市场很大，还有像 Ajau Bukit Bintang虽然也是靠近 TRX但是写 Bukit Bintang， 又或者是 BBCC 的鲁轩家这种选择每一个盘它的打法都不一样的。那如果你拿捏不准的话，这样最好还是咨询一些专业的意见Bukit Bintang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地方啦，吵闹拥挤，甚至有一点乱，人流多嘛。但是它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地方，它是吉隆坡真正的欲望和投射。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一个 Bukit Bintang 的喧嚣，也不喜欢 KLCC 的严肃，那吉隆坡还有没有第三个选择有下一集吉隆坡金三角3部曲的大结局，我会带你去看这个号称马来西亚华尔街也是未来金融新的霸主 TRX Tun Razak Exchange， 那里是吉隆坡的未来吗？还是另外一个泡沫呢？我们下一集揭晓了。我是明正奈，如果你想要了解Bukit Bintang里面的新楼盘项目的话呢，可以联系我，我会把我的联系方式放在 description 里面，然后我会跟你跟进的啦。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来我的 Facebook page， 我们下一个 video 见了，拜拜。哇，这个 TRX 起来了过后，会不会取代 KLCC 还是 Pavilion 没有人去一开始连我自己都这样想过，但是经过我深入的去了解还有分析过后我觉得。